你好，欢迎收听10 Minute Chinese Headline News， 我是你们的老师宇哲。今天是10月21号，星期五，周末又要到了。这个星期你学了哪些中文呢？今天我们终于不会再继续看跟中国有关系的新闻。对，我们已经连续从上个星期三到这个星期三，连续一个星期都在讲中国的新闻，对，实在是有一点多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把眼光把我们要看的东西，把我们的眼光呢放到其他的地方去。还记得星期一我说过台湾有台风吗？一般来说，台风出现的季节是6、7、8月，9月、10月就非常少台风了。如果有的话呢，我们都叫这种台风叫秋台，秋天的台风。可是因为气候暖化，天气变暖的原因，让台湾最近这几年就算11月、12月也有台风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新闻呢，就是跟环保环境保护有关系。对，所以今天的这则新闻读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学到跟环境、环保还有社会运动有关的词。对，那我们要把焦点从政治转到环保上。好，在开始以前呢，不管你是新同学还是旧的同学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subscribe、按赞或喜欢、like、留言、comment、分享、share， 还有留下5颗星评价 5 stars review。 标题在音乐后就会开始咯。为了抵制政府开采石油、天然气，英国激进环保组织朝梵高名画泼汤。为了抵制政府开采石油、天然气，英国激进环保组织朝梵高名画泼汤。好的，今天的新闻是来自中国新浪网的新闻。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在英国伦敦的美术馆，就是环保团体为了抗议protest， 所以呢，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激进非常极端非常超过的一些行为。好，我们现在一个字一个字来看哦。为了就是因为要做什么事情，他因为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因为要什么东西呢？因为要抵制，为了抵制。抵制是什么意思呢？抵制就是大声的说，我不要，我不需要这件事情，我要跟你说，我们不要这个东西。他们要抗拒阻止什么东西呢？他们要抗拒阻止政府开采石油、天然气。抵制这个词呢，在新闻当中其实我觉得也很常看到，特别是发生一些社会运动，或者是在反对什么事情上面，那些团体或叫大家一起做的人就会说，我们要抵制什么什么东西。比如说之前有一阵子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不太好，那么中国就有一些人说，我们不要买日本的东西，我们要抵制日本货，抵制日货。另外我记得之前有一些基督教团体Christian 基督教团体，他们认为苹果公司 Apple
苹果公司呢支持 LGBTQ 团体，那基督教团体就说我们应该要抵制苹果的东西，抵制苹果的产品。还有可以抵制什么呢？抵制像我们上个星期说过了，意大利选了一个新的女总理嘛，那也有人说我们要抵制新的法西斯主义，所以你可以抵制，说我不要什么什么东西。好，那这个团体呢，在抵制政府 government 开采石油天然气。开采呢，就是去挖地下的资源，本来都在地下里面，藏在地下里面，我们去找，给它挖出来，叫开采。所以可以开采什么东西呢？像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矿 coal C-O-L 或者钻石，所以开采地下的资源。那为了抵制政府开采石油、天然气呢，英国的激进环保组织，激进就是他的想法、他的思想、他的行为、他做的事情比普通人、比一般人还要的激烈，还要的极端。那这些激进的人，他们就是想要有马上立刻的效果，要立刻改变。所以我们可以形容一个人想法很激进，或一个社会、一个团体做法非常的激进。所以政治团体或者是社会运动团体都可以变得非常的激进。像我之前跟我的朋友聊天聊到，我们认为现在的跨性别团体 transgender group 我觉得有一部分也非常的激进。好，再来这些激进的环保保护环境 protec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环保组织，他们做了什么事呢？他们朝梵高名画泼汤。朝这个字就是向什么方向，或对什么方向，或是往什么方向，所以朝北就是往北，所以朝北走往北走，朝南开往南开，这在书面语比较常会用到。那朝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？他朝梵高名画泼汤。梵高是一个人，他画了非常多我很爱的画，很多印象派的画。那英文呢是 Van Gogh。梵高这个翻译的名字是中国使用的翻译名，台湾使用的翻译名叫梵谷，叫梵谷。所以梵高、梵谷都是说同一位画家。他的名画有名的画，他有名的画哪一幅画呢？向日葵 Sunflower。 那幅名画怎么了？泼汤，被泼汤了。泼就是用水或用液体向外洒，向外投，叫泼汤。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一则新闻。想要练习声调的请跟我念一次哦。为了抵制政府开采石油、天然气，英国激进环保组织朝梵高名画泼汤。为了抵制政府开采石油、天然气，英国激进环保组织朝梵高名画泼汤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新闻。对，其实我会选择这篇新闻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气候暖化，天气变暖，气候暖化。但是这一则新闻也让我思考了一下，到底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
社会运动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标准 standard 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？对，你可以问一问你其他的朋友，问问看他们或你，我也想问问你，你相不相信气候暖化呢？我记得在2年前美国选举的时候，就做过这样的讨论。特朗普台湾我们叫川普，特朗普呢，他不相信气候暖化，他只觉得这气候暖化越来越热，这不过就是自然现象，自然就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人类不需要多做什么事儿。但是拜登行，拜登觉得对，都是因为我们开采了太多石油，使用了太多石油，才造成气候暖化。那么你呢？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我自己是觉得，虽然可能真的是天气自己自然的改变，但我们人类也做了非常多污染环境的事情。所以身为人类，我自己觉得身为人类，我们应该也要为环境负一些责任才对。这是我的看法你可以反对那也请告诉我你反对的理由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去问问你的朋友中国、台湾或者是美国的朋友，我相信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。那再来让我思考的问题是，你会不会赞成为了环保或为了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一些目的，利用这么极端的方式？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篇新闻。这个激进环保组织呢，叫 Just Stop Oil， 就停止使用石油吧。他们就用这么激烈、这么激进的方式引人注意，就是为了他们觉得不能等了，地球的环境等不及了。那我想要问的是，如果真的那么紧急的话，可不可以去损害、破坏一幅非常有名的画，就是价值非常高，算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珍贵的作品呢？你可以为了环保而去破坏一些什么事情，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就只为了环保，就只为了你的目的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拿去跟你的朋友讨论一下，什么东西是必要的，什么东西是觉得没关系啦，就算了。对，很多社会运动常常会有这样子的讨论，我们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什么是必要的，什么是不应该。那我先不要说我的想法跟看法因为我觉得艺术很重要，环保也很重要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看法的话，欢迎来信 email 告诉我，或者是来上课。好的，那这就是今天的新闻，谢谢你听到最后，也祝你们周末快乐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个星期一见咯，拜拜。